听说你把老板撵出公司了？老板说让我们把公司当家呀。老板看我们下班就走，就让我们多加班，把公司当家嘛。他今天早上一来，把公司锁也换了，把老板给锁外面了。老板都说了，那把公司当家了，那我不想让他进我家咋的了？那也不应该躺着上班吧？那我在家就这样了，都到家了还装，那不是表里不一，欺骗老板吗？涛哥，我提前下班了，走吧，你常回家看看。我们现在每天上班，该打牌打牌，该追剧追剧，确实是没有以前上班那种紧迫感，确实有一种家的感觉。我把房租都退了，感觉住在公司比租房子舒服多了，是吧？都这么玩，你们还怎么赚钱？赚什么钱？没钱了去财务那儿拿呗。之前就是跟公司太见外了，那领工资还得按月按号的，那都自己家的，没钱了拿就行。涛哥，我钱花完了，去财务抽屉里抓一把，他要没现金，你用他那电脑转账。你自己家的还客气啥？你们这么做不怕老板回来生气吗？回不来了，他把老板办公室租出去了，就为了彻底贯彻把公司当家嘛。接下来他还准备把办公区改成电竞区，把会议室改成棋牌观影室，前台整成足疗区。你们准备的还挺周全的。这还有洗浴区，你工作累了还可以搓澡。你搓一个吧，我安排。够了吧？毕竟是老板的公司，你们这样是不太好。我们这也算帮老板实现愿望了嘛。现在同事们关系都非常好，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。老板，保险柜密码多少？这家里不允许私藏小型钱。一拳套，你让我进来！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对不起老板了？怕啥？就当啃老了，放个锤子丢。听说你把同事害进医院了。老板让他去采购下午茶，他不知道搁哪整的过期的烂水果给我们做沙拉吃，结果同事们吃完全都食物中毒了，肚子疼，去医院了。肯定不是水果的问题，那烂的部分都让我啃掉了，那剩下来的都是好水果。你用嘴啃的？那水果刀你不得花钱吗？你再说卫生问题不用担心，我啃之前刷牙了。你想的还挺周到的。那老板也不是没给他经费，他是一点钱都不舍得花，那不就是为了想吃点回扣吗？那你怎么没事？他给我那榴莲都绿了，都成液体了，都爆浆了。我长了个心眼儿，我问他咋回事，等我说新品种，放心吃就行了。那我哪敢吃啊？那老板说了，采购剩下的钱就留给我支配了，那我多省点钱，留点跑腿费，也不人之常情吗？老板给你多少经费3000。你采购花了多少？20，去菜市场来回打车钱。水果没花钱啊？你捡的花什么钱？你说让他买东西，他吃点回扣也正常，那你不能全扣了呀？那同事们都团灭了，你这不缺心眼吗？你又干啥呀？你该午休了。你去捡水果摊烂水果，摊主看见没说什么吗？他一开始也不让，我说我拿去喂狗，那摊主就同意了。你就不愧疚吗？还行，就是中午睡觉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。你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考虑了呀，我给他们准备了肚子疼的药，他们不吃赖谁呀？我看他们还是体质不行，那有的同事吃完就午睡了，睡得还挺香，现在还没醒。来了，现在还挺硬。要不送医院吧？公司团建来泡温泉，我们正泡着呢，他搁水里排气，咕噜咕噜窜上来好几个大水泡，给我们吓得赶紧给他撵出去了。你怎么在温泉里放屁呢？那我肚子不舒服呀，那水里还暖洋洋的，我寻思水底下能消音，你偷偷放俩应该没人听见，没想到他冒上来显形了。那我们泡温泉那么安静，就他那会儿咕噜咕噜的全是气泡音，谁发现不了啊？那大水泡周围花瓣都让他冲散了。你这么做确实不对。那他也没好哪儿去啊！你知道是我放的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呗，你非得把我揪出来，那这么多陌生人看着呢，我不要面子吗？那他要面子我们不要吗？人家客户都投诉了，那广播站都拿大喇叭喊了，长毛请注意，请不要在水池里放屁，那不给他撵出去我们多丢脸呐！给我们整的心态还恶心呢。我当时正准备潜泳呢，一个猛子扎进去，好几个大水泡打我嘴里了。好好的温泉水让他整成气泡水了，我现在嘴里还有味儿。那谁还没有个特殊的时候啊？他咋管那么宽呢？我放个屁还得看他们脸色呀！我不管，我爱在哪儿放在哪儿放。刚刚是不是你在水池子里放屁了？咋的？我觉得这是素质问题。我素质方面一向比较弱。他这不弱智吗？这么做确实有点污染水质。那不光这样，他那头啊又油又有头屑，往水里一扎，那头皮屑全飘起来了，跟皮肤碎片似的。同事们都不敢。公司下午发的奶茶还没等上桌呢，就让他截住了。等我们过去一看，全打开了，每杯他都喝一口，全让他霍霍了。每一杯口味都不一样啊，我都想尝尝。珍珠奶茶我一口就喝到了猪猪，反正我是挺开心的。他们就是太小心眼了。我们发的是下午茶，也不是下午饭呢。每次发点吃的，自己就给炫了。他吃完还打猫呢。这不又听谁说下午发高端下午茶，这中午就开始不吃饭，留肚子呢吗？你吃这么多不撑吗？撑也得吃啊！我吃完下午这一顿，一天就不用吃了，你多省钱。那同事们吃什么？他们说吃饱了，不吃了。那我们也想吃，那我们抢不过他呀。那下午茶还没等上桌呢，他端着碗筷就搁那等着了。那女同事过去拿，他朝人呲牙呢，老护食了。那公司也没说一人一份啊，那自由分配的东西我怎么分配都我个人自由啊。你怎么分配的？
先到先得呀。那他们手慢赖谁呀？你看他们是同事，我这都收敛了。以前村里吃席，我都揣10几个塑料袋，那好菜、肘子啥的我都装走，谁也抢不过我。我听说过的，现在村里开席都不管叫他，他一去全村人都吃不上肘子，那袋子装不下了，他就往袖子里藏。从那以后，他这个村里就有个外号——捉襟见肘。我们现在发下午茶就跟做贼似的，就得趁他不在。下午茶到了，大家快去拿。这不才上午吗？老板说了，以后下午茶不定时，以小涛不在公司为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就是这个奇炫炫玲珑冰淇淋，这可是进口比利时巧克力，配上100%甄选纯正生牛乳的高端冰淇淋，不额外加一滴水呢，而且是漂亮的战斗综艺同款，快去拿吧！查着你，终于能吃上一杯下午茶了吧？搁哪呢？不对，没有啊，不是那个。还不说话？那偷家了吗？你为什么站着办公？老板说公司摸鱼现象严重，那我向老板请缨监督同事工作，站着办公能让我观察得更清楚。他们摸鱼的一个也跑不了。那还咋跑啊？他往中间一站，跟个探照灯似的，脑袋来回转，360度扫描。现在上厕所他都得跟着。你等有人在上厕所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这是？时间到了，出来。不出来是吧？我留个证据，你自己跟老板解释去。我这也是为他们好，帮他们提高工作效率，让他们做个对公司有用的人。那惯子如杀子，他确实有点过分。那都算轻的，我们现在打人速度慢了都不行。他规定的吧，1分钟必须200个字，少1个字扣1块钱，给我扣的发工资，我还道歉公司200。他们就是太娇生惯养了，我在这一站就是一天，我咋没抱怨？你站着腿不累吗？不累。狗腿子站着肯定不累呀，他那狗腿子他累啥呀？再说了，那鸡头白脸干活的是我们，他搁那瞎溜达能累着他啥？我为啥干活？你看工地里的监工哪有干活的？再说我干的都是脑力活呀。为了防止他们摸鱼，我煞费苦心的研究新条令，这都是为了他们好，鼓励他们上进啊。这哪是上进呢？这不鼓励我们上路吗？我不管，我下班了，我得走。那谁让你下？老板，你进去都超时了，你快出来吧。哎，你给我开啊！出来呀！哎，你得以身作则呀！你滚啊！那公司组织去总公司参观，那台阶太高，我上大巴车的时候步子迈大了，把痔疮扯了，那他们就把我扔半路自己走了。那我们去总公司总得注意公司形象嘛，那带着个痔疮人咋上阵呢？再说他有痔疮，他怎么不早说呢？伤员咋上战场啊？那也不能把伤员扔半路啊！这么多过路的都笑我，那还有个过路的往我保温杯里扔了2个钢镚，也就太侮辱人了。哥们儿，你练啥功啊？练智力。之前你没发现他痔疮吗？之前他在公司就一直站着办公，我问他咋回事，他也不说，就跟我说他身体出了点破绽，不就定破了吗？还破绽呢？他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？我觉得这种事就跟嘴里长泡一样，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。你这么比喻其实也不太恰当。既然这么影响工作，为什么不割了呢？你割了，这是第2茬。他那不是长了个痔疮，是痔疮上面长了个人，1年产好几颗小珍珠，比那河蚌效率都高。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，医生说我是异质体，那命中注定的东西我有什么办法？那这也不是他们嘲讽我的理由啊。他们怎么嘲讽你的？他们看我痔疮多，那背后叫我智多星。你痔疮看起来还挺严重的。本来没那么严重，我还能忍一忍。那不知道谁往我大巴车座位上乱扔东西，我一坐又给我扎了。你坐什么上面了？那都不算扎，算戳漏了，暴击了。这么给他扔那儿不太好吧？你能不打算接他吗？我这还有工作呢，老板。公司组织出来团建，我们好不容易放松放松，他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，带着这个破电脑出来办公，给我们恶心坏了。他们就是不求上进，说是来团建就真来玩了，一点也不为公司跟老板考虑。我认为团建就应该是换个地方工作。老板，这是我今天的工作清单，你看一下。他平时在公司就内卷我们，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我们还得受他气。他这么内卷就是不想给我们活路。哎，你们多跟人小涛学习学习。哎呦，真无语。反正我最讨厌团建这种浪费工作时间的活动。有这时间，你多看几个文件，多写几个方案，帮老板分忧不好吗？请他别工作了，过来玩会儿吧。老板，我没那个心思，我没法像他们一样心安理得的当个咸鱼。本来定好的团建1天，老板说了中午就结束，回去加班去，向小涛学习，还说以后不团建了。团建都让他们后悔没了。你这么内卷，不怕同事讨厌你吗？不怕，猛兽总是独行的。你觉得你属于什么猛兽？我铁血悍马。其实就是马屁精。我觉得既然出来玩，就不要被这种人影响心情。是啊，我们自己玩自己的，我们不搭理他不就完了？你过来干啥的呀？舔你老板去？闯哥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问。这公司这么多工作都没做完，你们是怎么笑得出来的？反正我是开心不起来。你开脸开大是不是？别整了，别整了！你怎么看？
其实我觉得小涛也是为了公司。老板，我想了想，得对他们负责，我就回去把他们电脑也拿过来了，这样他们也能边团建边工作了。公司组织来饭店聚餐，来的时候没人叫我，最后我自己好不容易一路打听过来的，结果我到了，他们吃完去下一场了，又没叫我，那太气人了。平时他跟同事们处的就不好，那没人叫他不也挺正常吗？再说我们在饭店也等他了，那他来的慢，然后我们还着急赶下一场，你就先走了。那倒是把账结了呀，他们说让我来报公司名就行，结果我报完名，那服务员不让我走了，非让我结账，他们吃完饭都不知道结账吗？那我们一寻思他可能没吃饭，我就告诉服务员，我说就别收拾，还没吃完呢，这不就特意给他留的吗？那么一大桌都给他留出来，那不也是给他挺大尊重的吗？我用他们尊重我了，你给我留了一大桌饥荒，我饭一口没吃就来结账了，我能不亲吗？一顿饭也没多少钱，其实不用这么计较。你都不知道谁临走还提了2枚茅台，还是飞天的。我下半年工资都刷进去了，我所有的卡都刷欠费了都不够，这身份证都压制了。有这回事吗？哎，你们谁走的时候拿酒了？老板带的，看小胖来特意走的。好吗？我也不是那种人。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小涛在饭店创造的效益是比在公司要高的。留在饭店，我认为是件好事。能说通俗点吗？公司不需要没用的东西。我辛辛苦苦熬夜做的方案，老板可满意了，结果让他上厕所当卫生纸给用了，太欺负人了。你为什么拿他方案当卫生纸用呢？我上这我忘带纸了，那我看窗台有一沓纸，我就给用了。那我也没想那么多呀，我总不能不擦吧？再说他闲着没事把方案往厕所放什么玩意儿？那方案平时我可宝贝了，就怕他们把我方案抄走，我到哪儿都带着。那就是一时疏忽，上完厕所忘拿回来了，那就让他给当卫生纸给用了。那而且老板看完方案都夸我了，说小涛写的方案不差。人老板的意思是不差小涛那一个方案，那再说我用都用了，不行再写个新的呗。我帮他写就完了呗，激动啥呀？你不觉得这样做不太好吗？确实不好呀，有点拉屁股。说的倒轻松，他用的时候不看看吗？那方案俩字那么大，他看不见吗？你再说给我留2张也行啊。你这么厚一沓方案全让他给擦完了，这多大个腚啊！深院巨口啊！那谁上厕所用纸还看纸上啥内容啊？你上厕所你看吗？用完会看一下。你这那也不是他埋怨我的理由啊。再说我看他天天搁那玩问道，哪有空写方案呢？怎么什么玩意儿都能赖上我呢？公司里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？他们今天都去医院了。公司组织去山上团建，老板让他给我们拍合影留念。他说我们离镜头太近了，对不上焦，让我们集体往后退。那挺专业的呀。这后面他没有路了，他大斜坡他不告诉我们一声，还让我们搭着肩继续往后退。后来同事们一脚踩空了，全从山上滚下去了，全进医院了，团灭了。我让他们往后退，也没让他们往下跳啊。那他们就不能看看身后有没有路吗？我就管拍好我的照，那其他的也不能赖我呀。公司合照怎么让你来拍呢？你不也是公司一员吗？那公司合照一直也没有我呀。他们说照相带上我就晦气，所以让我来拍照。现在我感觉以后团建也不能带我了。当时那场面就跟下饺子似的，几十个同事到处滚呢，数老板最惨，滚得最远。等我们找他的时候就剩直鞋了。他们住院了，你怎么没事？那我掉下去的时候，我手疾眼快呀，抓住个石头搁那敲壁顶上，那好不容易爬上来，那指甲盖都给我劈好几个。这公司几十号同事就我一个幸存者。这个我亲眼见证了。那窗杆掉下去的时候，飞檐走壁的，可飒了，跟个撒币一样。同事们都受伤了，你不愧疚吗？还行，就是今天打卡的时候太安静了，我有点寂寞。咱俩上医院看看同事吧，医生说行了。那不行，我这那外面都快40度了，公司禁止开空调，也不让开窗户。现在这屋里面比外面都热，很多同事都中暑进医院了。为了提高公司效率，那我向老板提出了关闭空调的建议。那屋里热，大家不想多待，也没有想公司摸鱼的，都着急下班，效率就高了。你这么做真的好吗？有啥不好的？那既给公司节省了电费，还提高了同事们的工作效率，一举好几得呀。他这不走狗吗？为了讨好老板，不顾同事死活。他一直这样舔老板吗？那可不嘛！那上回老板让我们默写企业文化，一共12条，他多写了8条，就硬舔。咋的了？我打冒了，一不小心写多了，那这都表达了我对公司的用心。这关空调就是其中一条。你这是？我刚才去老板屋一趟，空调太冷了，给我冻着了。可是你这么做，同事们不会热的受不了吗？热呀，他们都冲我喊热，那我给他们出主意了。什么主意？哪凉快哪待着去。现在这屋里跟汗蒸似的，老多同事都中暑去医院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也得请假了。那你们没有阻止他吗？阻止不了啊！为什么？我把空调遥控器藏起来了，省得他们偷偷开空调。那窗户我也找人焊死了，这都是为了大家提高效率。那你不热吗？热呀，但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一起热。老板让他负责下班锁门，我们还在公司加班呢。这小子下班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把门锁上就走了，把我们锁办公室加了1宿班，给同事们全累倒了。那我到点下班了，我走之前还问了他们几点走，他们说7点。我说行，我7点再来。那我们也没说早上7点呢，我们就寻思小压一会儿，他倒好，直接给我们干到天亮了。外面鸡都叫唤了。再说他锁门的时候，不知道里面还有同事的吗？那也不能耽误我走啊。
是他们自己要加班，我在这等他们，不耽误我下班吗？我们加了一宿班，他早上7点来才给我们刑满释放。那我们出去的时候跟中风了似的，脚底下直打飘，头发整的跟鸡窝似的，不知道得以为我们包宿去了呢。咋的？真拿我们当电池了？非得没电才放出来？你就不怕同事们困吗？那不行就打个地铺呗，非得挺着干啥？怎么啥都赖我？那办公室就这么屁大点个地方，我们抱着睡呀，更何况是这么多女同事，能方便吗？那他都说了，你公司有那么多女同事，人家连男朋友都顾不上，就在公司陪你，那不也挺快乐吗？你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。很多女同事都是有对象的。有对象，那更快乐了。我看公司有智能锁，为什么要用这么原始的方法锁门呢？老板觉得普通电池不耐用，总换电池麻烦耽误事儿。休息了，工作该怎么进行？老板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看望他们，给他们道歉。站住！看望有空着手去的吗？把他们工作电脑带上，记得他们休息的时候也别忘了工作。公司去外地旅游，同事走的时候没叫我，还把办公室锁了，给我活饿了3天。啥玩意儿？公司还有人吗？谁出来时候锁的门？我呀，我没看见公司有人啊，我还特地多锁2道。那没招了，让他家看家吧。看家倒是给口吃的呀，他们一去好几天，我在办公室饿的都快死家里了。办公室没有吃的吗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整个办公室除了厕所，其他地方全是空的。要不是我在公司开盲盒，我都坚持不到现在。你先来一口。吐了吧。你们出发的时候就没发现少点什么吗？少了一丝晦气啊！大家当时正准备上大巴呢，他非得自己回办公室说要拿点东西吗？大家平时跟他关系就不好，你说这种时候谁还能记得他呀？你是因为什么回办公室一趟呢？给他们拿电脑啊，我怕他们团建没有电脑没法工作，特意回来拿的，没想到出不去了。那你是该啊。以前带他出来玩，公司都死气沉沉的。那么你看今天没带他，同事们玩的多开心。行了，康哥中午吃点啥？老板给咱带的粽子。不吃了，老板能给啥好东西啊？你好没好啊？好了。公司停水了，我这泡点茶喝。你喝吗？我给你泡一杯。不了，你这么多天都是这么过的。没，同事在公司落了个粽子，我第一天翻箱倒柜找出来了，就吃了那一顿饱饭。要不我带你去找他们吧？那太好了。这回谁都不要玩赖着，抓住谁就是谁，好不好？哎，啥呀？啥？哎呦，笑啊？怎么不笑了？就说你把老板撵出公司了。那老板说了，让我们换位思考。老板看我们不加班难受啊，就 PUA 我们吗？说老板不好当，让我们换位思考。这不小涛第2天就把工位办总裁办去吗？给老板撵出去了。我换位思考，我要是老板，我根本不会要像我老板那样的员工，啥也不会留着干啥。一人汤，你帮我进来。什么玩意儿叫？老板好像不太同意。不重要了，现在我是老板。不光这样，我们以后还打算轮流当老板，就想看看当老板到底有多难。这苦我们就替他受了啊！难道就别当了？那你换位思考后就没有佩服老板的地方吗？有啊，啥活也不干，还厚着脸皮把钱全拿走了，脸皮这么厚，能不让人佩服吗？超哥，我想预支点工资。批了，去财务电脑上转，领闭着眼打。这就批了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你看你就不会换位思考，那发工资不秒批，等人提离职再秒批吗？现在小道一当老板，公司福利待遇都上来了。就是以前996工作制，我们牙都没时间刷。以后实行996休息制，早9点到晚9点在家休息，一周休6天。现在整个公司只认逃走。这么夸张？你上门口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你让我进去，我是你们老板。去，你放不进，我只认小超这个老板。我是老板。快走，别逼我擦你。快走。好，哎呦，你还挺得人心的。那我会给公司谋福利啊！老板账上闲钱太多了，根本没有利用起来。我能试试老板的位置吧？去吧，不过别沦陷了，成为老板和老登就在一念之间。大爷，我的老板味怎么样？什么你的味儿？这是我的位置。啊，老登文化。听说你把老板开除了。公司不养闲人呢。老板看我们不干活要裁员，就警告我们说公司不需要没用的人。今天一早他给公司锁换了，给老板锁外面了，把老板开除了。那老板说了，公司不养闲人呢。那在座的各位，就老板没有活干，每天除了找人谈话就是溜达。最闲的肯定是他呀。你他妈放我进来！什么玩意儿叫？我操！这老板一被开除，那大家不加班了，也不内卷了，办公室氛围都和谐起来了。那本月大爷现在门都不开了，天天跑上来给我们下棋对弈。老板不愧是老板，一下就解决了核心问题。公司
司没有了老板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认为公司失去老板，就好像鱼失去了他的自行车。什么意思？毫无影响。失去老板，我们都一致认为是公司之幸。下一步我们还准备调整工作作息，按照996制度上班。你们还挺努力的。早9点到晚9点，在家休息，一周休6天，剩1天上班。这么个996啊？你不得留1天团建吗？这同事们太久不见，你别给忘了叫啥。小鱼，你办公区这个词儿不好，你改一下，改成自治区。不光这样，我们现在工资水平都上来了。以前赚钱都得老板拿大头，现在我们直接平分，这种没有中介商赚差价的感觉还是挺爽。等会儿，客户电话。哎，喂，你别打扰我们了，我们后6天休息，你等下周吧。这样客户你不能惯着。毕竟是老板的公司，这样不好吧？公司，他既然姓龚，肯定是打工人的，怎么能是他老板的呢？涛哥，老板在门口站1天了，我们都不敢下班。大爷，门口有闹事的。你们这会儿放屁不分地点场合吗？这桑拿房同事们争着呢，他那屁热辣滚烫的，听得我们心里有点没底。我说小涛，你出去吧，我们是来蒸桑拿来了，不是来送你气来了。那谁还没个不方便的时候？我肚子不舒服，放几个屁怎么了？毕竟是封闭空间，肚子不舒服怎么不和同事说呢？那屁大点事儿，还用看他们脸色呀？活不起就死，小心他们。小小的桑拿室里让他打气打的气压都高了。这桑拿室本来就不大，在高温的驱使下，他那屁均匀的涂抹在每一位同事身上。你看这还有休克的，我控制不住啊！那屁都来敲门了，换你不放吗？那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考虑了呀，我体寒，屁属于寒性，怕伤着同事，我还特意把温度调高了，寻思中和一下嘛。是大火收汁吗？气味散发的更明显了，他那屁前后调我都闻出来了。前调是跑山土鸡蛋，后调是章丘大葱，在我们味蕾里做上菜了。这么夸张？这怎么还哭了呢？是真的吗？咋了？像我妈做的菜。那也不应该把我撵出来呀！我也是公司的一份子，我有权蒸这个桑拿。他也不是来蒸桑拿的，这臭氧层都让他造出来了，这不是来蒸我们来了吗？我们花钱来受罪来了。难怪他玩的这么开心，要不还是让他进来吧。都是同事，不要产生不必要的矛盾。让你进来行，能关着你的屁股？能，进来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！毛巾给我来，把门堵上。毛巾咋堵门啊？堵上肛门。哪有肛门？哎，我过生日请同事吃饭，结果请完他们就翻脸了，把我自己扔这儿了。不走干啥呀？他请同事吃烧烤，到地方一个串没点，给我们捡的其他桌剩下的吃。同事们到那儿撸了一下午尖子。我这人就这样，铺张浪费那不是我性格。来的时候都告诉他们了，一切从简，这不叫抠门，这叫过日子。是，那也太会过了。串是捡其他桌剩下的，酒是从隔壁桌借的。咱这么大见过拼桌的，也没见过拼剩菜的。我觉得同事给你过生日是给你面子，不至于这么抠吧？那节俭是传统美德呀，我勤俭持家好男人。你好，你要个可乐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就买一半，这一半你拿回去。我们也没这么卖过呀。那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你早这么卖了。你不觉得我很有美德吗？我觉得你挺缺德。他之前总这么干，自己发明的再生可乐吗？可乐买一半兑满水，喝一半再兑满水，一瓶可乐他妈喝一辈子。我这也是跟庄子学的呀，日取其半，万事不竭，这都哲学，他们不懂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味儿还行呢。拿了。不了，谢谢。看见没？就这样式抠搜的。本来早上同事们忙着给他过生日，早饭都没吃上。平时也这么抠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钱这个东西该省的省，该花的省。服务员结账。你好，一共消费半瓶可乐，收你2.5块。抹个0嘛，给你5毛。我们也没这么结过呀。那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你早这么结了。公司春游，他手欠把马蜂窝捅下来了，他自己跑了没叫我们，我们让马蜂蛰惨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在那放风筝呢，你插马蜂窝上了，一使劲儿把马蜂窝拽下来了，那么风筝带着马蜂窝到处飞，我不跑还等什么？我还纳闷呢，他放一半把风筝给我了，说他不放了。我一抬头，那风筝带着马蜂窝跟轰炸机似的，边飘边撒马蜂，全冲我们来了。你跑的时候就没提醒一下同事吗？我提醒他们了，我说我捅娄子了，他们不跑，那赖谁？那也没寻思捅这么大个娄子呀，我们还搁那宽慰他没事儿，说有事大家一起扛呗，都同事。我这边刚说完，那边撒腿就跑了，这马蜂给我们这顿蛰。我更惨，我搁那小便呢，给我蛰麻了。你这么做确实挺不讲义气的。那平时关系不咋地，这时候跟我讲什么义气？再说，你看我像那义气用事的人吗？确实不像。同事在你心里的地位就这么低吗？同事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就这么跟你说吧。
哪怕是你被马蜂蛰了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。他们不配。谢谢，感动了。什么动作？哎你。看见没？就这样式儿的，同事这么些年算白处了。他跑的时候真没有一点犹豫吗？犹豫了，犹豫半天，跑一半又回来把同事们吃的拿走了。我把饭带走也是出于好心呐。那事情既然发生了，能救什么救什么呗，让损失最小化。所以你先救的饭啊。同事现在伤的挺厉害了，还是去道个歉比较好。亏了，创哥，我错了，以后不做那么危险的事了。跑啥呀？你坐楼上去了。没事，你睡吧。你们公司怎么现在都不工作了？那老板说了，让我们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。老板看我们业绩不好，说再看不到我们的长处就要辞退我们。这不今早同事们都带着家伙事儿来了吗？有擅长健身瑜伽的，这还有擅长下棋的，还有擅长玩游戏的，就是没有擅长工作的。这些看着都跟工作无关。这就是我们最擅长的事儿了。你不把看家本领拿出来，那不是表里不一，欺骗老板吗？又老板，我就说这阵容你不擅长。伟哥，你过来教教他，让他擅长擅长。你们这样老板回来不会生气吗？他回不来了。擅长打小报告的同事已经把老板举报了，他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呢。不过不回来也挺好的，我们现在工资水平也上来了，基本上人人都涨了。私自多领工资不会被发现吗？财务擅长做假账，都沟通好了，拿多少看我们心情。回家试试。喂，你别吵了。他占我地方。你不绅士，让着点女同事。怎么了这是？他们总这样，擅长瑜伽的跟擅长健身的，经常因为场地问题吵架，非常伤和气。下一步我准备让擅长装修的同事把会议室改成瑜伽室，避免这种情况。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放肆了？那我们这也是谨遵老板的遗言啊。老板走之前最后一句就是这么交代我们的。干啥？这电脑有用吗？没用我收走了。啊，你放。你擅长倒卖，你拿桌椅板的。没有一个擅长工作的吗？有啊，总有那不合群的。擅长工作的在那边。被我们孤立了，他擅长的方向不对。刚才过来说老板没事，放出来了。擅长打小报告了，叫上财务，带着账本再去一趟。露头就秒啊！你们老板不来公司了？他来不了了。老板看我们下班了不工作难受啊，就让我们随时跟他汇报工作嘛，不准有私人空间。这不小到连夜把工人搬老板家门口去了吗？我觉得老板说的对呀，下班也要信息工作，为了方便汇报，我把工人挪到了老板家门口。为老板24小时待命。老板别睡了，我凌晨3点发给你的方案，你还没给我反馈。滚！这内卷的见多了，内卷到老板家门口的，我们也是头一回见。这老板一不来，把我们也给解放了。看样子你挺喜欢在这里办公的。那在老板门口汇报就是方便呀。你看这独立办公室，守着老板的钛合金钢门，和老板零距离沟通。老板的大门只为你而开，要你不兴奋吗？我不兴奋。他一晚上汇报工作能汇报800次，给老板门都敲烂了。老板整的成宿睡不着觉，现在也没心思找事儿，和老板极限1换1了。看来你是打算一直待在那儿了。就睡老板家门口呗。你工作给我吧，这肯定是老板看我汇报积极奖励给我的。老板，这欧乐 B 是给我的吧？给你妈！谢谢老板。该，刚才老板搁群里说了，说以后下班不允许聊工作。哇！那不行啊，我得找老板说说去。我发奖金，同事非让我请客。那点完菜，我一看那账单比我阳寿都长，在那一屋子同事等着我结账，我都不敢回去了。同事这么些年，以前一直觉得挺抠的，没想到这次这么大方。以前确实是我们误会他了。我就说他都不是这样人，你看。我一开始说就请我们组里的，结果全公司都到了，没见过面的都来了。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人这么齐过。哎，大爷，你不在家看门，你咋来了呢？群里喊我来吃饭，我也没喊。他请客吃饭这事我发公司大群里了，我们寻思人多能热闹热闹吗？你看他常年请病假，这次知道他请客吃饭，现从专业部跑出来的，多有诚意。哥们儿，我刚才就想问你是哪的，没见过你。我2年前一个职，属于前同事啊。来的人确实太多了，就没想过什么办法吗？这我给饭店前台塞了个红包，说他们要是点了贵的菜就说没有，结果他拿钱不办事。他给我塞了个红包，上来就要奥龙、帝王蟹啥的，可能装了。我都说没有了，那怎么还花这么多钱？他们扫码点了。你也不要太心疼，反正发了奖金。这奖金一共才500，吃饭多少？26000，反正我是不请了。这小子好不容易请回客，我们也不敢点菜抠搜的，你要不是不给他面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来，喝！不喝了，最近喝的饺子不敢喝了。给我打包2只帝王蟹带走，我爸也吃。他们又加菜了，我不管，这饭我不请了。
爷，好好演戏。哎，涛哥来了，哎，咱们一起敬涛哥。我要是说我钱没带够，你们还敬吗？哎，吃饱就走啊！你别走，别走，我实体有点不舒服。我和同事来出差，到地方了，他们没给我订酒店，那给我支了个帐篷就走了。我在荒郊野岭打地铺睡了一宿。那酒店订到他的时候没房间了，那接天酒店多难订，他也不是不知道，就辛苦在外面对付呗。那订酒店的时候，我还特意嘱咐他们了，我说给我订个宽敞点的，我交钱。结果他们让我睡树林里，确实挺宽敞的，这帐篷怎么还破个窟窿呢？让野狗咬的。这一到晚上全是狗围着我帐篷转，露头就瞄。哎，你别扔啊，这不是垃圾，这是我家。我们不是不想让他进来，关键这住酒店都是实名制的，他没有明文确实不让进的。就是啊，你把门关了行吗？同事确实不是故意的，你也不要太委屈。我怎么不委屈啊？他们在屋里睡得香，让我在这打野。那今早上还有个流浪汉以为我要抢地盘，要揍我，就一晚上没敢合眼，睡个觉还得防着被偷家。这么多同事，为什么就选择让他在外面住呢？那我们都是来干正事的呀，过来谈客户的，当然得休息好啊。他又没客户，还非要跟过来，不能赖我们，对吧？没有客户怎么还非要跟过来出差？那同事都出来谈客户了，就我留守，让老板知道了，不觉得有我没我都一样吗？再说我来了也不是没用啊，那他们要是累了，我可以帮他们加油啊。用他加啥油啊？确实挺坎坷的，他自己一个人也挺心酸的，要不还是去安慰一下吧。哎呀，涛，委屈你了呗，野外生存能力挺强，跟我们回去要不下雨？你不回，真假？哎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去卖家好牛啊！你们倒是再劝劝呀。